为什么佛陀说自私的人成不了佛？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理解一下自私在佛教中的真正含义。在世俗观念中，自私往往被视为一种负面的性格特质，它代表着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感受，是一种狭隘贪婪的心理状态。然而，在佛教的视角下，自私的内涵要深刻得多，它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自私自利，更是心灵深处对自我的执着与妄想。佛教认为，自私的根源在于对自我的执着，这种执着使得人们无法真正理解并实践慈悲与智慧。在佛教的教义中，无我是核心思想之一，它强调一切事物都没有独立恒常的自我存在，包括我们人类自身。《金刚经》中明确指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句话的核心在于无我，即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我的存在，不再被自我中心的观念所束缚，才能真正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获得解脱。即使是现代社会中看似无私的行为，很多时候也是基于自我利益的保护。以比尔·盖茨捐出99财产，马斯克疯狂追逐火星殖民为例，这些行为从表面看似乎是无私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背后也有自我利益的成分。进化心理学认为，所有无私行为的本质都是基因的自保策略。在原始部落中，人们囤积食物是为了让家族基因延续，争夺首领地位，是为了获取更多交配权，帮助邻居打猎，是为了未来自己被狼群围攻时有人救援。这些行为看似利他，实则是基因的自私算法在起作用。在现代社会，这种基因的自私算法依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当我们帮助别人时，内心不一定完全是无私的，也许你帮助同事是因为希望在未来某一天他们能回报你，也许你捐款给慈善机构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美和社会的认可。而佛陀说，正是这种对我的执着，让你永远无法真正解脱，因为这种执着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欲望和烦恼之中，无法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然而，佛陀指出，这种对自私的理解还停留在低级层面。《金刚经》中的无我思想为我们揭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举个例子，寺庙里的高僧从不开口要钱，但香客们却自愿捐款修金身，这是因为高僧们看透了人性，人们捐款并非完全是为了佛祖，而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寻求心理安慰。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使得高僧们能够以一种看似无私的方式，实际上满足了香客们的需求，同时也为寺庙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当我们帮助一个朋友时，是否真的完全出于无私，还是说我们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期待，希望得到对方的感激或者回报？这种微妙的心理动机，正是佛教所强调的无我需要克服的地方。通过修行无我，我们可以逐渐摆脱对自我利益的执着，从而以更加纯粹和真诚的心态去帮助他人，实现真正的慈悲与智慧。《金刚经》的核武器无我如何反向操控人性？无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刚经》的核心思想之一，它蕴含着深邃的智慧，教导我们在生活中如何不执着于外在的形式和结果，而能够随缘自在地发挥自己的心理。这一思想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积极的智慧。它教会我们如何在不执着于自我利益的情况下，更好地理解和影响他人。举个例子，乔布斯在修禅后能够设计出 iPhone， 这并非偶然。禅修让他学会了无所住而生其心，即不执着于任何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结果，反而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洞察用户的真实需求。他并不被传统的手机设计理念所束缚，而是以一种创新的思维，创造出符合人们潜在需求的产品。类似的，扎克伯格学佛后搞出元宇宙，也是基于类似的原理。他通过理解人性的渴望和恐惧，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满足人们对连接和逃避现实的需求。再看寺庙中8888元的头香，和尚会告诉你这是积累功德，但《金刚经》却说，所谓布施，即非布施，是名布施。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的布施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善意。然而，
人性的弱点在于，我们往往希望通过布施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需求，我们希望通过捐款做善事来获得他人的认可，或者为自己积累所谓的福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像谈恋爱时的高段位玩家，普通舔狗送礼物说情话，结果被发好人卡而佛系海王，偶尔关心却不主动，对方反而倒追。因为人性有个致命弱点，越不确定你是否需要他，他越需要你。这种对人性的把握，正是无我智慧的体现。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反而能够更好地吸引和影响他人。在商业领域，这种智慧同样适用。比如，一些成功的营销策略并不是直接推销产品，而是通过创造一种需求，让顾客觉得自己需要这个产品。这种需求的创造，往往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例如，苹果公司通过不断创新和塑造品牌形象，让人们对它的产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认为拥有苹果产品就能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和社交地位。现实黑洞，99%的人正在被假无私反噬。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假无私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让我们感到疲惫，还可能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这种假无私往往源于我们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和对他人认可的过度渴望。哈佛大学的实验显示，那些每天做好事并炫耀的人，抑郁率飙升，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善意，而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美。一旦这种认可没有达到预期，就会产生心理落差，感到失望和沮丧。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尤为明显，人们通过发布自己的善行成就来寻求点赞和评论，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短暂的，一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帮同事加班后期待表扬，给父母打钱时想证明孝顺。这些行为看似无私，实际上却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行为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赏，从而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这种假无私就像慢性毒药，逐渐侵蚀我们的内心。每一次为了获得认可而做出的无私行为，都是对自己真实情感的一次压抑。长此以往，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道德表演的循环，无法自拔，甚至会失去对真实自我的感知。更糟糕的是，这种行为模式会让我们逐渐失去真实的自我。我们可能会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最终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这种迷失自我的状态，不仅让我们感到空虚和迷茫，还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使我们无法建立真正真诚和深厚的人际连接。暗黑实践用无我收割流量的3大底层逻辑。在现代社会，一些机构和个人巧妙地运用无我的智慧，实现了流量和利益的最大化。他们通过深刻理解人性的需求和弱点，设计出一系列策略来吸引和引导人们的行为。首先是需求真空制造，寺庙通过科普人生八苦，让人产生焦虑，然后推出开光法器和消灾法会。这就像健身房教练先指出你的肥胖问题，再卖你私教课，通过制造需求，引导人们进行消费。人们在面对这些所谓的需求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被引导，认为只有通过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才能解决问题，获得内心的安宁或满足。其次是隐性权威构建。佛陀当年托钵乞食，看似卑微，实则让民众觉得供养高僧是殊荣。现代知识付费领域也深谙此道，比如罗振宇每天发60秒语音，让人觉得不听就会落伍；寺庙搞每日诵经打卡，让人觉得断签一天会倒霉。通过建立一种隐性的权威，让人们产生一种依赖感和紧迫感，从而不断追随和参与其中。最后是成瘾性布施，寺庙的功德排行榜通过结合游戏化和攀比心，让人欲罢不能。捐100元刻小字，捐10万元镀金身，每月公布行善积分，暗示你比邻居低就是罪人。这种模式完美结合了游戏化进度条攀比心排名，让人不断投入，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人们在这种机制下，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竞争和攀比的状态，不断地追求更高的排名和更多的认可，从而忽略了行为本身的真正意义。禁忌真相，佛陀没告诉你的自私者生存法则。在人际关系中，自私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懂得如何运用自私的智慧。佛教的无我思想并不是要我们完全否定自我，而是要我们以一种更智慧、更平衡的方式去看待自我和他人。法则一：所有关系本质是能量套利。夫妻吵架是为了争夺情绪价值掌控权，老板画饼是为了榨取你剩余劳动力，亲子关系也是用孝顺绑架下一代供养自己。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理性地看待各种关系，避免被情感牵着鼻子走。在关系中，我们需要学会平衡给予和索取，既不过分地压抑自己，也不过度地依赖他人。法则二：痛苦是你未兑现的筹码。抑郁症患者用症状获得关注，这种现象虽然令人痛心，但也揭示了痛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一种谈判的资本。这提醒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避免被痛苦所控制。同时，也要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感，通过积极的方式寻求帮助和支持。法则三：越不在乎的人越被在乎。佛系博主不求点赞，反而粉丝催更不带货，反而有人追着问链接，这说明适当保持距离和低调，反而能吸引更多的关注和喜爱。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需要学会把握好分寸，不过分地迎合他人，也不过度地疏远他人，以一种自然真诚的态度去与人相处。终极实验：如何用《金刚经》实现良性剥削？将《金刚经》的智慧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实践无我的思想，我们可以在不执着于自我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影响和帮助他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明早起床做这3件事，在每次付出前默念无所住而生其心。先问自己，这事对我有什么隐藏好处？这并不是鼓励自私，而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动机，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免盲目的付出，同时也能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帮助他人。每周统计他人对你的依赖值，比如同事找你帮忙几次，朋友倾诉烦恼几回，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在他人生活中的位置，更好地平衡给予和索取。通过这种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哪些关系需要更多的关注，哪些关系需要适当调整，从而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每月清理伪善账户，删除那些只为秀优越而做的好事，这能帮助我们摆脱假无私的束缚，回归真实的自我。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动机，我们可以更加真诚地去对待他人，建立真正深厚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如果继续假无私，你会像教堂里的乞丐，明明被施舍，还要对每个硬币磕头说谢谢。而学会运用《金刚经》的智慧，你将能够在不执着于自我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影响和帮助他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这种智慧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自我，而是要我们以一种更加智慧和慈悲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机遇，从而过上更加充实有意义的生活。